乌克兰夜袭俄罗斯最大电厂，俄防空导弹再度误击民宅。乌军连夜袭击克里米亚油库，国际影星朱莉低调现身赫尔松。苏梅反攻开启，乌军导弹精准摧毁俄大型军火库。红军村激战再起，乌军夺回议会大厦，战旗重燃前线信号。冲击黑海，乌克兰直指3大港口城市，俄方命脉或被切断。波克罗夫斯克奇迹，乌军一夜击退49波俄军攻势，21架无人机成火球。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电力系统发动了新一轮猛烈攻势，目标直指俄境内最大的科斯特罗马发电厂。与此同时，俄军在拦截空袭时却再度犯下严重误击事故，导弹击中了本方居民楼。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消息，当地时间11月6日深夜，乌克兰军方向科斯特罗马州的 Grace 火力发电厂发射了大规模无人机群。根据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俄军防空系统在这次袭击中几乎形同虚设，无人机群穿透防线后引发了连续爆炸。分析人士指出，乌军极有可能在无人机攻击的同时辅以远程导弹的精准打击。爆炸之后，整座发电厂被熊熊烈焰吞没，厂区上空火光冲天，将夜空映照得通红。数公里之外，仍可清晰听到接连不断的巨响，滚滚浓烟从设施区腾空而起。这样的景象足以说明科斯特罗马发电厂遭受了毁灭性打击。虽然当地媒体承认厂区确有火灾发生，但依旧试图淡化损失，坚称电厂并未被完全摧毁。资料显示，科斯特罗马发电厂装机容量高达3600兆瓦，是整个俄罗斯境内规模最大的火力发电厂之一。它不仅承担着俄罗斯中部多个重要工业区的供电任务，还为部分国防工业设施提供能源支撑。如今，这座能源枢纽的受创，无疑让俄中部电力体系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科斯特罗马所在的地区素以金环旅游区闻名，而如今当地居民却切身感受到了战争的逼近与恐惧。与此同时，类似的攻击也出现在俄罗斯南部的伏尔加格勒州。当地官员证实，乌克兰无人机在同一夜间袭击了卢克石油旗下的炼油厂，厂区爆炸引发大规模火灾，夜空中火光冲天，并伴随着多次震耳欲聋的巨响。州长博恰罗夫随后表示，火灾是由于无人机残骸坠落所致，但他对炼油厂的具体损失避而不谈。更令人震惊的是，在社交媒体上传出的一段视频中，俄军的铠甲防空系统在拦截过程中疑似出现失误，发射的导弹竟径直击中了伏尔加格勒市区的一栋居民楼。画面中，夜空闪烁着强烈的爆炸光芒，随之而来的冲击波撕裂了周围的建筑物。伤亡数字尚未最终确认，但从视频场景判断，损毁极为严重。讽刺的是，这并非铠甲系统首次出现误击事件。就在10月底，它的一枚导弹残骸曾坠入莫斯科市区，直接击穿一辆正在行驶的公交车，所幸未造成更大规模的人员伤亡。俄罗斯的军舰在克里米亚起火后不久，乌克兰的无人机再次出击，将火光引向了当地的油库。与此同时，在前线另一端的赫尔松，美国著名影星安吉丽诺·朱莉突然现身，令战火中的城市多了一抹人性的温度。据俄媒麦士报道，当地时间11月6日深夜，乌克兰无人机群对俄军占领下的克里米亚新菲罗波尔地区发动空袭，目标直指克里姆石油储备库。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袭击后爆炸连连，火光照亮夜空。在画面中，整个油库区域被熊熊烈焰包围，爆炸声震撼四方，火焰与浓烟在夜幕下交织。爆炸的回音甚至传遍克里米亚南部的海岸线，从新菲罗波尔一直到格瓦尔基伊斯科与赫雷斯等地，都能听到刺耳的轰鸣。根据现场消息，起火时间大约在凌晨2点30分前后，至今大火仍未被完全扑灭。此次袭击标志着乌克兰对克里米亚能源设施的打击进一步升级。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前一天，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军港同样遭受攻击。
一艘俄军1124M 型信天翁反潜舰在爆炸中冒起滚滚黑烟，舰体严重受损。连续2日的空袭使俄军的后勤体系与能源命脉均受到深重打击。与此同时，在南部战线的赫尔松，战火之中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身影——好莱坞影星安吉丽诺·朱莉。据 Politico 报道，朱莉此次访问赫尔松的行程事先并未通知乌克兰政府，而是秘密前往战区医院探望受伤的平民与儿童。现场画面中，她身着朴素，神情专注，与伤员和孩子们交谈、拥抱，场面令人动容。朱莉对乌克兰的支持并非首次，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她已多次抵达乌克兰，持续参与人道救援与慈善活动。除了朱莉，西方还有不少艺术家与公众人物以各种形式表达支持，其中包括华裔影星尊龙 John Long， 他曾向乌克兰捐款200万美元。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援助者为战火中的乌克兰送去希望。未来或许值得建立一份完整名单，让后人记住他们的善举。在国际政治层面，俄乌战争仍在牵动全球局势。加拿大政府近日宣布，未来5年将增加600亿美元国防预算，用于强化军事力量与北约防务体系。分析认为，这是俄乌战争长期化的直接结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防务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也间接推动了这一决策。与此同时，欧洲的能源格局也在发生变化。波兰宣布将向斯洛伐克供应美国天然气，以取代俄罗斯能源输入。这一举动象征着欧盟对俄油气依赖的进一步削减。随着红军村方向的反攻全面打响，乌克兰在北线的苏梅地区也同步展开了猛烈攻势。在乌东前线，俄军的一座大型军火库遭到乌方导弹精准打击，瞬间化为火海。据诺尔报告披露，当地时间11月6日前后，乌克兰军方突然向苏梅州的奥列克西夫卡地区发起突袭。主攻任务由乌克兰第255突击团负责，该团下属的多支分队几乎在同一时间对俄军阵地展开反击。从前线传出的第一手画面中可以清楚看到，战区已被浓烟笼罩，多栋建筑物被导弹直接摧毁，火光冲天。乌军随后重新夺回多处据点，并在一栋废墟之上升起了乌克兰国旗，象征着该地区的控制权已重新易手。这场行动显示，乌克兰正在将战线从红军村向外扩展，苏梅一线的反推战也正式打响。与此同时，乌军的远程导弹打击也覆盖了顿涅茨克地区，一座俄军大型弹药库被精准命中，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在夜空中画出炽烈的橘黄色光弧。当地居民表示，距离爆炸点数公里外的窗户玻璃都被震碎，可见爆炸威力之强。这是近期乌军摧毁的规模最大的一处俄军军火库，对顿涅茨克方向的俄军火力体系造成了严重削弱。此外，在俄罗斯本土库尔斯克地区近期同样遭遇乌克兰的突袭，乌军使用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对俄军驻地实施夜间轰炸，数枚火箭弹命中目标后，基地瞬间被火球吞没。乌军总参谋部的报告显示，他们的特种部队早在10月4日就潜入库尔斯克州下雷乌杰茨地区，与当地游击武装黑雁合作，成功摧毁了一辆运送伊斯坎德尔导弹的俄军运输车。与此同时，附近一座俄军的 EL-12雷达站也被乌方摧毁。该型雷达曾被俄方宣称能精确探测并追踪空中目标，但事实证明它并未发挥太多作用。如今防空雷达被毁，库尔斯克方向的俄军防御能力将进一步削弱，乌克兰对该地区的打击行动可能持续升级。在国际援助方面，拉脱维亚政府向基辅提供的21辆帕特里亚装甲车将于明日正式交付。乌克兰国防部长史米加尔将亲自出席交付仪式。这个人口不足200万的波罗的海国家，依旧坚定地站在乌克兰一侧，持续为其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支持。俄乌前线再度传来关键战况更新，乌克兰军队在红军村方向继续发动反攻，并成功夺回了象征意义极降的议会大厦。他们正用实际行动向外界证明，红军村的乌军并未被包围。据多名前线军事记者披露，
当地时间11月5日，乌克兰精锐的第425突击团在红军村城区发起局部反击。这次行动由该团下属的第210突击营与第1突击营分阶段执行，目标直指红军村议会大楼及其周边街区。经过持续6个多小时的激烈巷战，乌军最终突破俄军防线，成功重新控制了这栋象征权力的建筑，并在楼顶升起了乌克兰国旗。战斗结束后，大楼内的俄军士兵已被清理干净。如今，乌克兰国旗再次在红军村的风中飘扬，成为前线士兵抵抗与坚守的象征。乌军方面表示，他们将以议会大楼为新的防御支点，构建巩固阵地，为下一阶段的反击打下基础。乌克兰总参谋部随后发布官方视频证实此事，并确认已向红军村及米尔诺和拉德地区增派部队与后勤支援。从这段视频中可以清晰看到，红军村并未被完全包围。虽然俄军仍在多处渗透，但大部分地区仍属灰色地带，双方阵地交错，局势极其复杂。目前，俄军主要依靠小股部队渗透与街区推进的方式，试图控制城区。然而，乌军在红军村内部构建起了密集的无人机防线，几乎覆盖每个街角。由于兵力有限，乌军士兵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依靠 FPV 自杀式无人机来阻击俄军行动。据报道，俄方小分队一旦暴露目标，几乎无一幸免。对乌克兰而言，当前最关键的任务是保持后勤通道安全。这也是乌克兰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亲自带领特种部队突袭俄军后方的战略考量所在。另一方面，莫斯科方面暂未对红军村局势作出官方回应。此前，多个俄方军媒曾高调宣称，红军村即将被完全占领。但随着乌军成功反击，重新插旗，这样的论调在近1周内明显降温。综合目前情况，红军村的前线正处于一种拉锯式相持状态。俄乌双方在城区内不断展开渗透与反渗透战，短期内恐难分出胜负。总体而言，乌克兰的战略目标依旧明确，用时间换空间，以持续反击削弱俄军的有生力量。克里米亚大桥的炮火警报还没停，俄罗斯的能源码头又被炸穿了。近期乌南战场的一系列惊雷，正在重塑整个俄乌冲突的格局。乌军不再局限于前线阵地的拉锯，而是以3个关键港口为尖刀，直插黑海控制权的心脏地带。一张清晰的反攻路线图逐渐浮现，每一步都暗藏改写战局的杀机。军事专家分析，乌军此次南线反攻并非盲目推进，而是围绕扎波罗热、赫尔松、克里米亚轴线，锁定了3个决定黑海命运的港口城市，形成相互策应的战略三角。作为连接乌东与克里米亚的后勤枢纽，扎波罗热虽然并非直接临海，却掌控着克里米亚陆上补给线的水龙头。10月中旬，乌军第33突击团以夜间渗透加火力绞杀战术，在扎波罗热方向一举收复3个村庄，向前推进 3.5 公里，直接将俄军补给线暴露在海马斯火箭炮的射程内。如今，乌军火炮已向前延伸40公里，不仅切断了俄军向克里米亚输送燃油的陆路通道，更让扎波罗热港口的物资转运功能陷入半瘫痪。赫尔松港是第聂伯河入海口的重要枢纽，也是俄军黑海舰队淡水与生活物资的重要来源。此前，乌军收复赫尔松市区后，一直对港口实施火力封锁，近期更使用无人机精准打击停靠的俄军运输船。失去这座港口的支撑，俄军在黑海西部的舰艇活动范围被大幅压缩。克里米亚港口群则是乌军反攻的终极目标。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基地与费奥多西亚的货运港构成了俄军黑海战略的双核。乌军的打击早已超越前线，11月初对俄罗斯副地图阿普谢石油码头的精准袭击，不仅摧毁了年转运700万吨石油的核心设施，更证明乌军已具备打击俄黑海沿岸所有关键港口的能力。这种敲山震虎的打法，让克里米亚港口的俄军陷入防不胜防的困境。黑海控制权的争夺早已跳出谁占港口谁赢的传统逻辑，演变为一场覆盖能源、后勤、制空权的综合战。乌军的战术创新正在让俄军陷入多线被动。在能源绞杀战中，乌军精准拿捏了俄军的命门。
10月31日，摧毁科尔采瓦亚输油管道，切断俄军前线燃油供应。11月2日，袭击图阿普谢码头，炸断俄罗斯石油出口的关键枢纽。这一系列打击直指俄战争经济支柱，让依赖能源收入支撑战事的俄方遭受双重打击，前线缺油，后方少钱。在制海权博弈上，乌军以非对称战术破局。面对俄军黑海舰队的传统优势，乌军不搞正面海战，而是用无人机蜂群饱和攻击俄军电子战系统，再以巡航导弹打击军舰锚地。俄军事专家坦言，乌军高密度的无人机攻击已让俄军电子干扰系统频频失效，不少舰只被迫撤离常驻港口，躲进克里米亚东部的隐蔽锚地。尽管乌南反攻出现成效，但战场仍暗藏多重变数，每一个变数都可能改写路线图的最终走向。首先是俄军的反扑力度。目前，俄军已在克里米亚增派 S-400防空营，并调动预备队加固港口防御，试图用纵深防御加机动反击挽回颓势。但前线乌军俘虏透露，部分俄军部队已出现3天无弹药的窘境，士气低迷成为致命破绽。其次是乌军的兵力与装备缺口。当前乌军前线旅战斗力仅为战前的 60%， 兵力缺口达8万人，持续推进需要西方援助及时跟进。泽连斯基近期访美磋商采购战斧导弹的举动被视为破局关键，若获得射程2500公里的导弹，乌军将能直接打击俄黑海舰队指挥中心。最后是冬季战场的影响。随着严寒临近，第聂伯河可能结冰，赫尔松港的封锁效果或被削弱，但冻土也将为乌军装甲部队提供更有利的推进条件。双方都在抢时间，试图在冬季全面来临前锁定港口控制权。从扎波罗热的村庄争夺战到图阿普谢的码头爆炸声，乌军的反攻路线图越来越清晰，以港口为点，以补给线为线，最终形成绞杀黑海控制权的网。这场战争早已不是简单的领土争夺，而是关乎能源安全、地缘格局的战略博弈。3个港口的归属不仅决定乌南战场的胜负，更将影响未来10年的黑海秩序。嗡嗡声刚响就炸成火球。在顿涅茨克前线的核心枢纽波克罗夫斯克，乌军士兵用一段前线视频记录下了惊心动魄的防空作战现场。短短24小时内，俄军发动49波次集群攻势，却被逐一瓦解，107名俄军士兵被歼灭，21架来袭无人机尽数化为空中烟花。被称为顿涅茨克门户的这座小城，正在以钢铁与血火书写着俄乌冲突中的关键战报。对熟悉战场态势的分析人士而言，波克罗夫斯克的每一次攻防都牵动着整个东部战线的神经。这座战前仅有6万人口的城市，如今是5条铁路干线与3条高速公路的交汇点，承担着乌军东部前线近70%的弹药与兵员运输任务，被称为东线后勤心脏。更关键的是，这里掌控着通往克拉马托尔斯克与斯拉维扬斯克的战略通道，一旦失守，乌军在顿巴斯的防御体系恐将出现多米诺骨牌式崩溃。也正因如此，俄军不惜代价持续发动高密度猛攻。根据乌军第7快速反应部队的战报，11月4日的战斗呈现出典型的无人机绞杀特征。俄军延续近期的集群战术，将21架无人机分成4个波次，从不同高度、不同方向实施轮番突袭，意图分散乌军防空火力。这种借鉴蜂群战法的打法曾在其他前线带来极大压力，但在波克罗夫斯克却彻底失效。我们早就摸透了他们的套路。乌军防空小组指挥官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针对俄制天竺葵2无人机的飞行与通信特性，乌军构建了电子干扰加火力拦截的双重防线。首先利用跳频干扰设备切断无人机的通信链路，迫使部分机群失控坠毁。随后对突破干扰的目标实施高密度火力拦截，使用改装高射机枪与携带型防空导弹进行精确点杀。更为巧妙的是，乌军还在阵地周边部署诱饵信号源，成功引诱3架无人机偏离航线，在空旷地带自行引爆。地面战斗同样异常惨烈，俄军以装甲突击小组为先锋，配合步兵在不同方向发起49次冲锋，企图在防线撕开突破口。
但乌军依托城市废墟构建的立体防御体系，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在街巷两侧的建筑中预设火力点，用反坦克导弹伏击俄军装甲车，同时利用地下通道灵活转移兵力，保持防御重心机动。战报显示，在这场鏖战中，乌军共歼敌107人，摧毁装甲车3辆、弹药输送车2辆，成功打乱俄军节奏并削弱其进攻后劲。这场战斗的意义远不止一次战术胜利，更揭示出现代战争中非对称消耗的现实逻辑。军事专家测算，俄军此次出动的21架无人机总成本约为42万美元，而乌军用于拦截的装备与弹药成本不足其1/10。反观地面战场，俄军每损失1辆装甲车，就意味着数十万美元的装备报废，与乌军防御开销形成极为悬殊的反差。这种低成本高效防御成为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的核心战略优势，也为未来城市防御战提供了可复制的范本。然而，波克罗夫斯克的战局仍未平息，俄军目前仍控制着部分城区，正不断调集增援部队，准备新一轮攻势。乌军则在紧急增补防空装备与弹药，重点加固城市北部阵地。美国战争研究所的分析指出，这座城市的争夺已超越单纯的攻防范畴，成为检验双方后勤体系、战术创新与战略耐力的试金石。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